你想要了解建立成功事业的秘诀吗？现在就赶快来参加由 BFM 举办的年度企业盛事 BFM Breakaway。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再次邀请到马来西亚知名的企业家来分享做生意的成功秘诀，其中就包括了最近刚刚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FunFresh 的创办人雷瑞义先生，还有泰来大学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系主任王建明教授。活动时间呢，就在10月19号星期四，地点就在 Bangsar South City CCEC at The Vertical。 那现在你可以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EB2023 就可以免费获得入场券。要了解更多详情，赶快登录 bfm.my/breakaway。 所以如果一届的国会议员的话，没有办法解决水工，又没有办法解决猫山王的课题的话，你觉得你对这些投给你的选民们的承诺如何去落实？首先你好像已经预见了我，如果下届还有人打我这一肯定会输了。嗨，你好，我是诗妮，你正在收看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要来接受拷问的是劳务国会议员周宇辉。大家好，我是民主行动党劳务区国会议员周宇辉。好，那既然我们今天请到这个劳务区的国会议员来的话，那我们当然要从选区的课题先开始聊起。那我们了解到彭亨的几个选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几个共通的问题，包括治水、水灾跟你自己比较关注的这个猫山王课题啦。那我知道劳务国会议席的选区里面刚刚又发生了一次的水灾，那请问你对水灾的对策是什么？其实这个水灾呢，它有相当多的这个促成的因素了。像劳务这一次的这个闪电水灾呢，肯定是排水系统非常的陈旧，非常的不好，这个是长年以来面对的问题。我在做州议员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反对党议员的时候，就一直有去关注这个议题，但就一直当局没有去很用心的去解决。那么所以每一次逢雨必灾，它的水灾可能不是像吉兰丹或者是像上次雪州的大水灾这么严重，它可能只是一来几个小时然后就退水了，但是它的整个影响还是蛮大，尤其是在市区一边。所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排水系统肯定要重新的整顿，要做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发展上可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大家也知道劳务是一个农作耕地为主的这个选区，所以可能越多的这个农作地被开垦，越多的计划被发展，就肯定会影响这个排水系统，所以这方面呢，是要取得平衡的。所以这是我知道，我作为国会议员呢，其实已经在昨天一发生水灾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我就回去，因为第二天早上开国会嘛，那我去了国会一下子，我就回去选区关注那么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必须要尽快的去解决。那其实你有提到说这个问题从你在州议员的时候到你现在是国会议员，其实还是已经是一个存在很久但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那主要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在于我觉得地方政府不够有决心，他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每次都有很多的纸上的计划，但要执行起来的时候呢，却总是我也不懂是受限于什么。我是准备接下来我会去跟县议会主席还有当地的这个县长呢去谈一下，就到底要怎样去整顿这个问题，看我们国会议员能够帮到什么。趁我们现在是联邦政府的时候，如果需要什么样的拨款呢、协助呢，我都会去尝试去帮忙了。那其实除了水灾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有关于水的问题就是要么水太多，要么水太少，不然就是没有水啊。那没有水的这个课题要怎么解决呢？这个治水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是劳务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劳务人呢是担心没有水多过水灾。因为它已经超过10年了，面对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可以说设备太陈旧了。这个他们的主要的滤水站呢，叫做一个叫孙爱比路的滤水站呢，就是美绿河滤水站呢，是从英国时代就开始了的，所以到现在呢，提升的这个次数也那几次而已，然后它现在已经无法承担劳务快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也很大，农业发展是需要很大量的水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的设备非常的陈旧，加上坦白讲，在农业的这个耕种上呢，肯定会有少少影响水源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劳务是作为一个深山区的一个选区，周边都是河，大把水用，而且你要知道，劳务还把水卖给雪兰莪。
怎么会没有水呢？所以你不能只是一直说啊，我们的农业耕地很多。因为我在第一次做州议员的时候，在老屋去这个水务局拜访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哦，很多时候治水是因为你种榴莲太多，你种很多农作物太多，所以导致水源肮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被他们说服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但是后来去深究了过后，才发现其实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不能说因为有很多农作物导致了污染，那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是阻止他们耕种吗？可是劳务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以农业为耕地的这个选区，所以你要怎样做呢？当然不是，但是你要提升设备嘛。好，香港和新加坡，他们这个高度发展的城市，你很少听过他们是严重的治水的。他们没有山没有水，但是他们都可以打到水，为什么我们有山有水有湖的地方，我们却一直面对治水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的严重的，这是过去10多年劳人心中最大的痛。当然我在做了国会议员之后呢，我也运用了一些选区拨款去帮忙解决一些非常 critical 非常严重的水灾黑区这个治水的黑区，希望他们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暂缓。但是真正要解决整个劳务区的治水问题呢，其实那个计划在跑动着。他们叫做就是设立一个叫做 pre-sec tank 的东西，类似有点算是它可以过滤那个水源。如果这个水源的污染度超过1000 NTU， 现在我们的水就要停止，就运作不了了。到现在这个 project 已经在走了，其实是4年前就批准了，在西蒙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它3个滤水站有增加这3个设备。OK， 但是到了现在呢，还没有做好。我今天才刚刚早上的时候问了那个水务局的局长，他跟我讲，工程又要拖延。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真的是人为的，你不要再去怪什么农作物、榴莲、猫山王，有时真的农作物那些肯定要做，污染会不会有？肯定会有，但是你要确保农民可以获得这个保障，农民要有可以能够心安理得去耕种，你的水源要做好啊。所以你既然有这些 project 有这些拨款，为什么要一拖再拖？本来讲好是去年年尾就做好了，现在拖到讲明年7月，这是不能接受的。但其实你作为国会议员，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拖延，其实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的吗？我一定会去施压的，一定会去施压他们。就这个东西是不能被接受的，你怎么可以一拖再拖？如果再拖的话，就换 contractor 啦，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有信心可以在你的任期之内解决这个所谓的治水跟水灾的问题？以前的话我会很有信心，我现在只能说尽力而为。为什么？因为我是国会议员，我只能负责去申请一些拨款，然后下放到这个水务局，还有这个 JPS 这个 JPS 那边去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解决不到的话，我能做的就是给予舆论的压力，施压他们而已。你要知道，国会议员的主要责任，他其实真的这些水源垃圾或者是路灯路洞这些东西是地方施政、地方政府的问题。国会议员是问政在国会，但是我们有行政的资源，就是来自选区拨款。这样我们这个选区拨款，我们给了你，这样你就应该做好工作。你不做好工作的话，那我就只好去施压，我就只好去投诉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的上头知道你们的属下做东西非常的糟糕。OK，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农耕是劳务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嘛。那你其实也一直以来被称之为猫山王的斗士。那现在猫山王的课题进展到如何了？那在现在你们是联邦政府了之后，猫山王的课题有没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解决？首先，猫山王案件呢，现在我们是还在法庭中，还在诉讼过程中，两方还在打着。就是对方也一直想要撤销这个案件，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们法庭也给了一个判决，说对方要求申请撤销这个案件呢不被批准，这是农民的一个阶段性的胜利，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案件呢，从2020年8月开始呢，就不停的在法庭、在媒体上开战，打来打去，打了很久。主要的症结呢，还是因为有人太贪心，那帮财团太贪心了，他根本就是把农民的心血呢，占为己有，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把所有的榴莲收纳为自己的公司的所有的榴莲，这个是太过分了。你垄断完全部，这样农民要吃什么？你说你以市价来跟他们买，错，他不是以市价，他是一个 fixed price， 就是你的猫山王 A， 你可能只是用33块跟他们买。
那现在我们猫山王大家也知道，是不可能33块的，它可能有时会跌，但它平均价来讲不可能33令吉，所以你不能这样子来去剥削压榨这些农民。没有这些非法吧的农民，我要强调这些无地契吧或者我们俗称的非法吧农民，没有这些非法吧的农民所种出来的猫山王不会名扬天下，他们的贡献是绝对大于你们所指控的他们的错，就是说什么没有交地税啊，什么鬼？但其实这些东西是农民一直要交地税，要租这个地是你不给，但是你又不去早的时候对付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后面后山新村的后山就种了猫山王，那有了价钱之后你才进来，就这是典型的授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我刚刚问的一样，有没有可能在团结政府执政的时候比较容易，或者是比较有可能被解决？我不敢承诺和打赢，因为这是人性的丑陋。你可能也会有人是以为做了团结政府更可以去说服农民，但你这个如果说服农民的条件和前提是要他们放弃他们的权益的话，我作为国会议员我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我是不会认同说做了政府就一定可以去妥协。你要真正妥协是可以，你只要让农民租那块地就可以了，给钱你给高于市价的这个地税给你，但你不能拿他们榴莲，这个是他们的心血，不是你的心血。你是看到他们有榴莲有价钱你才进来，所以作为劳务区的国会议员，我会一直都跟这些农民同在，一直奋战到最后。我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但是最后一定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为优先。那既然讲到这个劳务的部分啊，我就想说，其实劳务在2013年之前一直都是马华的这个堡垒区。你在上一届全国大选的多数票也只有4000多票，4357票。那加上这个绿潮的影响，还有当地选民的这个种族结构的改变，你可能要在下一届赢选战也是一件岌岌可危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届的国会议员的话没有办法解决水工，又没有办法解决猫山王的课题的话，你觉得你对这些投给你的选民们的承诺如何去落实？首先你好像已经预见了我，如果下届还有人打劳务，这一肯定会输了。先讲选情来讲的话，选区来讲，的确，其实在下一届来讲的话，如果是1对1的话呢，西蒙在劳务和文东，就是彭亨州西蒙有2个国席，一个是文东，一个是劳务，2个是B0的。那他这2个国席呢，都是一个马来选民占多的混合选区，好像劳务区马来选民是56%，华人是只有37%，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民结构下，如果1对1的话，坦白讲，以目前的这个牌面上来讲，沙盘推演的话，我们是输定的。文东劳务都是输定。沙盘推演的话，但当然政治局势很难说。OK， 上一届其实就算是我们可以赢，也真的是因为三角战，因为国盟。马华还有这个西蒙，我们在这个劳务选区，我拿的选票是21,000，就是2万亿。然后排第2的不是张正文，不是马华的，是国盟拿17,000票。OK， 张正文呢，马华是拿16,000票，所以马华是排第3的。所以你可以看下那个整个那个结构来讲的话，如果没有三角战的话，西蒙是基本上就是 gone case 上这。那么下一届来讲，是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是挑战蛮大的，但我不能说一定输。但是首先我能不能在下届还可以继续上阵劳务呢？这个也不是我决定的 ，OK？所以你问我如果只做1届，我会怎样做？我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不能说一定能够解决 ，OK？ 因为这些东西牵涉太多部门了。以前我会很天真理想告诉你，我会一定会解决。但我现在跟你讲，你看我们有拨款给了他们有钱，有些政府部门有钱，他们效率完全是无法让人信服。你要我怎样去对付他？我又不是行政单位。对不对？我只能是在舆论上或者是在一些人事上，我们可以去跟联邦政府部门的部长去投诉，这样而已。我们只能做这而已。你真的是，如果你们这些部门没有把人民的这个心声放在心中，你们没有去积极去解决这问题，真的不会解决到的。我给你钱你都解决不到，我申请到拨款给你都解决不到。所以我坦白讲，我只能做到问心无愧，我不能保证问题一定会解决。至于猫山王的 case。我当然，就算是我有一天我不再做劳务区的国会议员，我也会跟他们同在，因为我跟他们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战友，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无关我是不是国会议员了这是一个有关系到你是不是用良心来出发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对方这个财团的这个剥削，你必须要斗争到底。
这样看来，其实你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你在希望联盟里面只是一个后座议员啊，但其实你一直以来都算是炮火相当猛烈的一个后座议员。可是你其实是在团结政府组成了之后，第一个就去帮国政候选人站台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你现在如何看待团结政府撤销扎西的控状这个行为跟举动呢？我第一个去帮国政站台，是因为那时候有刁曼岛的那个。不算补选，它是延迟选举，因为它有一个候选人去世。OK， 当时的情势局势有点吊诡，是因为那时候彭亨州刚刚由国政和西蒙组成联合政府，所以我那时候就刁曼岛就刚刚举行那个所谓的小补选，那我就去那边站台。我认为当时我们的支持者都支持了，因为当时很简单，如果西蒙不跟国政组成联合政府，那组成联合政府就可能是国政跟国盟。那么作为行动党的铁杆支持者的华社肯定是被逼要两权相害取其轻，他们一定觉得就西蒙给跟国政啊，一个熟悉的魔鬼，一个是刚刚派来的天使，所以当然这两个结合好一点，对比起另外一个更加邪恶的妖怪啊，他们会这样子来比较啦。那么结合了过后，你现在是问我扎希的 case 怎么样 ？OK， 我本身是不满意啦，肯定。我觉得。我们当初反贪腐的这个口号和承诺呢，虽然我们现在组成了联合政府，我觉得应该是一切由交给法庭来决定的，就这么简单啊，不需要去在这个阶段就去说去撤销。或者是 DNA 这样子的东西我会认为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有很多道德的包袱要去跟选民交代，无可否认。这样你其实有没有认为说这个 DNA 的这个决定其实就代表了现在的希望联盟其实是受控于国政的，如果没有国政的话很难保住政权，所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才要做出一个所谓这么有道德包袱的做法。首先我们有证据是说给扎希撤销罪状或者是 DNA 这件事情呢，我们有证据说一定是一个政治的交易，所以说受控于国政这点我不认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证据去证明。OK， 那么我只能说我们不认同总检察长这个决定，但是我们有证据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交易，但是我必须坦白讲，观感上人民都会认为背后一定是有警广这样子的东西，是吗？这个是肯定有的，所以我都说这个观感是我们希望联盟领袖和国会议员、国州议员、政治工作者要去面对的这个名义上的反弹，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必须强调说，他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有政治上的交易的。OK， 那其实你一直谈说，马来西亚人民应该要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决定啊。可是呢，你现在看团结政府的种种作为，不仅是所谓的先不谈贪腐。其实也很靠近神权啊。首相安华其实在很多次的一些决定里面，其实甚至不能够很清楚的向马来西亚人民表达我们到底是世俗国家还是神权国家。那你对于这样子安华或者是说你的盟友们在极力争取保守社群的支持的这一种做法，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么我已经多次公开强调，希望联盟和国政的这个团结政府不应该去跟国盟竞争保守。你再怎么竞争保守的政策，你是拿不到保守马来人选票的，不需要去跟他们竞争保守。反正你在这样子一直竞争保守，你会丢失的是自己铁杆支持者基本盘的这个选票。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应该去做的。好像他去对付这个Swatch 的这个手表的事情，还要去限报，然后又在大学推这个演唱会指南，讲男女要分开做，男艺人上舞台不能穿短裤，这是多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你根本就不需要做啊！你不要忘记，这些是来自于你的支持者，在你支持者就反对你去做这种东西，然后你却一直要去做。可是你做了之后，你在州选也打更好的成绩，你补选也没有拿更多的马来票，那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呢？所以你说我也不明白，就是有时候在战略上的选择，可能在这个国家可能一定有它的政治现实，它必须要拿到更多的马来选民政权才更加有安全感。站在这个首相的角度来讲，他必须要去回应保守，可能是可以被理解，但是你不能过度的去把这些政策强加在其他人民身上。比如说大学演唱会男女分开，这根本是乱来的。你这个东西实行了过后，坦白讲，我们距离回教化还有多远？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们是不能跟国盟竞争保守的，我们应该走回希望联盟或者团结政府所倡导的所谓的昌明大马理念呢，开明多元世俗，虽然世俗有些人不认同，但我认为马来西亚现在其实还算是一个世俗国家，这些种种的普世价值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的。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是一直都很反对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保守的一个恶性竞争啦。可是目前看起来，安华就是没有把你的声音听进去啦。他很坚持的就是要在保守的这块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我们就要来检讨一下说，就是如果今天未来的政治选举里面，国阵如果要继续跟希望联盟合作的话，我们要看看就是国阵跟希望联盟两个阵营之间的所谓的能不能够交换选票嘛？像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曾明凯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行动党的选区不需要国阵的选票也没有关系。你对这一点是赞同的吗？不是很赞同，因为有一些选区行动党是需要国阵的选票。如果你1对1的话，比如说劳务和文东，如果你下一届1对1的话，你需要国阵的马来支持者的选票，你才可以赢。好，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的。好，至于国阵的选票会不会过完来西蒙呢？在州选和补选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悬念的，对，是有悬念的，是有一些过到，但是也有一些过去。我觉得目前从州选和补选来讲的话，整个局势还不够明朗，因为它始终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所以必须要到大选的时候才能见真章。而我的看法是，其实我认为大家就算是团结政府，其实也不妨可以让大家 open for all 的三角战没有问题。我不觉得大家在团结政府就一定是要联盟的选举模式去出击，大家其实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你就照样巫统打巫统的啊，国阵打国阵的，西盟打西盟的，就算三角战就打吧，打完了之后才来再谈要不再继续组政府。原本应该是长这样子的，应该是。其实本来在国盟和国阵在 MCO 期间所组成的政府本来就是这样啊，国盟和国阵的时候一起组联合政府，他们在马六甲州选也是三角战，他们在这个柔佛州选也是出去打，大家一起做政府，内阁一起开会，但是到了选区就是开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你不要一直把我们过去国阵啊对垒民联的那种联盟模式一直死死锁着，应该要开放，就是说开放在做政府的时候，大家是联合政府的战友，但是在选举的时候，大家可以是对手，但打完了过后呢，再谈咯。就是说大家已经江山已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要不要组成联合政府的概念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你作为后座议员，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行动党成为执政联盟之后的火箭部长们的表现呢？我觉得还算满意的。还算满意，比如说呢，可以提出一些让你觉得满意的指标吗？比如说我们的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就非常的积极推动这些民生上的改变，而且他也获得许多的拨款。比如说我坦白讲，好像华人新村是史上最多的拨款，他是从这个可能是跟首相拿到的这个拨款，地方政府发展，他就给新村很多的拨款，这是史上最多，以前马华都拿不到这么多的。所以这些地方上的拨款发展呢，可能我们这些作为很多城市的选民是感受不到，但是对于这些乡区的这些村民来讲的话呢，他们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些拨款是把改善他们的路洞啊，增加这些路灯，这些民生。你看似可能无关紧要，你看似可能跟扎希的 DNA 没有关系，但是它其实是真正能够改善地方上的这个民生的。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还是有做到东西的。比如说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也做了非常多街边街上的改革，这种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这个是肯定的。可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当然认同拨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些城乡偏远地区的选民或者是人民来说，确实可以立即见效的改善他们的生活。那在政策，比如会说嘛，国会议员是用来论证的，那部长当然是用来制定政策和施政的。那你认为我们的地方选举的这个部分，在选前讲一套，选后讲一套，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我必须坦白讲，选前其实在西蒙的选前里面没有说要地方政府选举，这个是行动党坚持的理念，但在希望联盟在2022年的选举宣言里面没有说要把地方政府选举放进去。我要强调，这不代表我不支持，我一直以来都是强烈支持地方政府要恢复第三张选票的这个选举的这个人。那么我相信我们的部长也是支持的，只是他时机未到，请给他一点时间。好，那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要问你说，你作为一个火箭的国会议员，那来届大选你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说服选民？尤其是在你刚刚讲到你们现在有很多道德包袱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人民还要把票投给希望联盟？很简单，有时候选举它只是一个
综合因素的考量的一个游戏。我不是去贬低什么选票不重要的东西，而是人民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考量很多方面。也许西蒙有做了一些保守的政策，也许西蒙有做了一些不讨人民欢心的这些新的政策，比如说一些即将来的一些经济政策。可是他们会综合考量，因为选举它其实就只是一个选择，你就选择团结政府，二你就选择走极端路线的国盟。所以你问我是不是人民应该大局为重呢？是的，有时候真的是必须要大局为重的，这个就是选举，你必须要在两权里面选其轻，两权相害选其轻，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现实。所以你问我现在如果假设下一届我还能代表希望联盟竞选的话，我会不会继续为帮西蒙讲话？当然会啊，因为我是西蒙的候选人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也应该要去鼓励后座议员常常针对政府的施政不当的地方发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团结政府，我们就大家是一直在无条件盲撑捍卫这个团结政府的，不对的。他们做错东西，我们应该讲的啊。他们没有改革以前陈朝政府所犯下的弊端，我们也应该讲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个批评自家人理性的批评，有建设性的批评啦，变成一个常态，那我们这个政府才可以变得更好嘛。我觉得如果以目前的选择来讲的话，你只有西蒙跟国政的团结政府对垒国盟，两权相害取其轻，在大局为重的情况之下，你只好选择西蒙，即使他有很多不足之处除非你有更好的第三势力啦。好，那不知道今天周宇辉的论述有没有办法说服你在来届大选之中继续两害相权取其轻，把你的票投给希望联盟呢？我们来看接下来4年希望联盟的表现如何。财经拷问呢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BFM 的网站或者是 BFM 的 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周宇辉，财经拷问，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